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中国大陆的权威模型，它的新品，多用途的超声波刀。这个东西一般来讲的话，是属于电动类的工具，然后它是用在改造上会比较方便的一个切割工具啊。然后主要呢，它使用的电压是100伏特到240伏特左右都可以使用的一个电压，所以应该是全球都可以使用的一个产品。然后它的刀具有8种，它的孔径是都 OK，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刀具。然后形状都不太一样，包含非常倾斜的、完全平面的，然后正常的刀片。那刀具还可以另外再购买。这一次你买了一整套的，它里面就有附上这一些刀片，所以如果不常使用的话，其实这一套就很 OK 了。买到这一盒，然后里面就有全部的刀片，依照不同的用途你可以使用。所以它可以用在可切割的就是塑胶、橡胶、树脂、木材、纸类不可以切割金属跟玻璃所以超声波刀的使用，等一下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便利性。打开之后，中文说明书，可是它的反面就有英文版的，对，所以它是有外销到国外，就是国际上的话都是可以看得懂它的写什么东西的。然后使用的说明，然后刀片这些都有。OK， 好，然后它还有强调一个所谓的售后服务，然后所谓的 email 或者是使用 WeChat 这个通信软体跟他们联络。然后刀片的安装说明，或者是刀片如果卡住的话要怎么办，怎么使用。不过这一张它就没有英文版，就只有中文版。对，那可能就使用手机的翻译软体稍微拍一下，那你就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样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的话，它有附上这个防割手的一个指套这个我用的时候，我应该是不太会使用这个东西啊。不过如果为了安全起见的话，我是觉得也可以使用，还蛮 OK 的。OK， 好，这个就收起来吧，因为我不太习惯使用所谓手套类的东西。我们在拿刀具的时候，你是可以使用镊子把刀子给夹起来的。OK，hand driver， 好，电源供应器。所使用的电压100伏特到240伏特，那它所使用的插头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就是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插头不是这个形状的，你可能就要另外再购买其他的转接头好，再来就是主机以及它的手把。再来就是刀片，好，我们找一个塑胶件来试试看。我刚刚有拿出一片刀片，已经先放在这个里面，它这个是暂时放刀片的地方，然后后面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开关以及插电源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先把电源供应器给接上。接上以后，我把电源打开，你按前面，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中段的，
这个是最强，这个是最弱，所以就是依照你切割不同的东西来调整它的速率。那安装刀片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我们先把电源开关给关掉，会比较保险一点。然后我还是使用这个刀片 ，OK， 然后用 hand driver 先把它给螺丝给松开。那把刀片给安装进去。刀片这种东西是非常锋利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、小心一点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电源最好是都先关闭，会比较保险。好，锁好了，我找个塑胶的零件来切割一下。我现在制作的是 Verify 的搭告，它的搭购，所以搭告就变成是没有在使用。这个是高雄号的夹板 ，OK， 那权威的超音波刀，好，我开到最强的这个状况，完全没声音，好，完全没声音，然后是非常快的速度，以及可能会有比较高的温度，所以它这个旁边的这个面是卷起来了。可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我刚在切割的时候，我只是把它靠在上面，然后按下按钮，有没有？它就沉进去了。所以这个，我觉得在改造上的话，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东西。然后我换一个刀片试试看。平头刀片，我用平的，然后拿镊子，记得哦，每一次在换刀片的时候，最好是把电源给关闭，然后盖起来，把刀子给放好。搞不好我用比较弱的这个力道哈，它可能就对塑料或者是其他东西比较不会有融化这个现象发生。OK， 这个是凯旋模型它的白鹭驱逐舰的船底。那一般的树脂船的话，下面都会有一个注料口。那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东西的话，我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。我放开就推不动了，好轻松。你就是按钮按下去，然后顶着它，
它就下去，它就直接沉下去了。嗯，好，现在切太深了。嗯，所以在改造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很快速的切掉大部分的东西，然后小细节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用锉刀以及砂纸去慢慢的去修饰它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毕竟，用不习惯的话，不顺手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会有意外会发生，所以我建议就是把比较大的这种杂物，这种你要移除要 remove 的东西，把它给切削掉。那最后你再用砂纸下去研磨它，或者是用锉刀去修整它，你的制作上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因为我今天才拿到，才刚开始用，我也用的不是很顺手，我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啊。不过我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好用啊，真的是你要推这些东西是推不动的，然后你只要把按钮按下去，就很细的、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给推开。OK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太需要用到最高的档次，用第一格就可以了。如果是这个嘞，推不动。它有可能会夹住刀片，所以你会很难去推动它。嗯，比较大块的就比较不好推。嗯，使用上真的是速度快非常多，真的我觉得是蛮好用的产品。然后，如果换上其他刀片的话，它温度非常高啊，在前端这个地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。所以它的第一套所附给你的，
付给你的刀片是还蛮多的。然后这个刀片感觉跟欧法的笔刀好像也蛮像的。我刚被烫了一下。在使用上要小心一点。OK， 好，那除了这只螺丝以外，它还多附了1-2颗的螺丝给你，然后都装在刀片组的这个里面。我刚刚有这一颗已经掉到外面来，所以它有大概3根的螺丝可以使用。听到它的声音。对，好，我可以感觉到这边有温度了。所以在切割的话，我是觉得最好切一下，还是要让它休息一下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过它已经让你很大幅度的减少你在使用其他刀具的时间，它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。而且它的售价很便宜，真的非常便宜。所以我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是常在使用模型会有所谓的改装的需求的话，或者是你要切一些塑胶板、塑胶片做场景制作各方面模型上的运用的话，你看一下我们刚切的这个速度，我是蛮推荐这个工具是可以常备的。然后它的厂牌在这个地方 QW Model 权威模型，它做相当多的东西。因为大家知道我在用我的木夹板的时候，我都是使用它的这个旧化液，包含有个芬兰的朋友跟我订了一些船上在用的这个章线，也是他家的。所以芬兰的那个朋友跟我订的量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他也知道一次的运费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就订的比较多啊。我的库存没那么多，所以我就跟权威联络。那权威就跟我说，有新上市的产品，问我要不要买。我说 OK 好，就买来用看看。这一个我是觉得值得，这个真的是值得在改造的话，以后可能在日后的影片当中，我只要习惯了它要怎么使用的话，可能大家就会常看到我在用这个东西在切东西。OK， 这个就是关于超音波刀的介绍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好，谢谢各位。